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已经打烊了。小豆，下班。伯父您好。老韩身体还好吧？挺好的。有金副所你不来，去和张正、乔耀庭这些人瞎搅和在一起，是我有什么事儿开罪老韩了，还是你小子单单对我有意见呢？我一天到晚就忙这么点小事儿，去您那儿去，我还不够丢人的。再得知，张正从不管我呢，老一次在。有些事情啊，不是你藏在吧台后面就能躲得开的。已经这么水火不容了吗？乔少廷经常到这儿来吧？前2天他还坐在您这个位置上，问了我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什么？你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才从事这个行业，还是因为从事这个行业，让我们变成了这种人？哪种人？囚徒，或者说是在囚徒困境里，自私、不安。即便有罪忧解，互害也往往是我们的首选。我和德智所有过节，你不可能不知道。我知道，而且我猜德智所现在面临困境不假，您老也遇到了问题。您解决了乔少廷，也未必能解决到您的问题。谁跟你说我要解决乔少廷？您要这么说，那我就真的你刚不知道。才说，我遇到什么问题了？乔少廷有一个叫邹亮的同学死了，那是条人命伯父。在金港，这件事情不可能不了了之的。哟，乔律啊，你好。啊，麻烦了。这就是你说的公事儿啊？我就是想把案件当中有疑点的地方，向咱们公安机关反映一下，这应该算是合法的吧？瞧你说的，这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那咱们会不会根据我提出来的建议？如果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啊，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不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该谁管，我就把这东西转给谁，放心吧。啊？哎，我金城啊，好。喂，哎，你好，您现在什么位置啊？啊，我现在，你谁啊？啊，我是大雅司机。这辆港 GX0915是不是您的？哦，是我的。哎，那您现在在哪儿啊？我现在在海港区这边呢，海港刑侦支队门口。听吴总说，葛平的律师似乎并不愿意配合。这种涉及违规违纪的行为，是他说不配合就能不配合的吗？那律师叫什么？孙志英律师，这是他的相关资料。主任，瞅孙律师那个态度，显然真的是和肖震有串通，而且不排除他已经把闽悦阁酒楼要投诉的事情通知肖震了。我知道了。哎呦，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来的？主任，您找我？
高副行长跟我说，你昨天去金港银行了。对，关于那笔政策性贷款展期的事儿，咱们之前出了法律意见书，银行的法务发现展期利率的计算方式和国家目前的金融政策有冲突，让我过去帮他们参详一下。明和酒楼案子那个事儿，你打听到了吗？啊，我知道，只是跟孙律师直接联系的，并不是肖真本人，没有能够做事的证据，我就没有继续跟进。孙志英律师是卫星所的一个老专职，没什么出息。他们的主任叫什么，你知道吗？杨国辰，我认识。黄伟教授的博士。给黄伟打个电话，让他带着学生来见我。好嘞。芈月阁那个案子，肖真有可能串通对方律师的事儿，你是从哪儿知道的？乔尔廷告诉我的。为了打听肖真的事儿，我瞎编了个理由，让乔少廷带我出去转了一圈，路上不小心他说漏了嘴。听说老韩和他那届同学想成立一个什么律师学院，正在和法学院谈合作，得院长点头吧？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您老能帮上忙，说什么话？你父亲不用我帮忙，他们老哥几个的事我不掺和。乔少廷和我的事儿你也别掺和。他应该没什么事会找到我。他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放心，乔少廷很快就会来找你。所里几十个人，他可以和任何一位律师继续合作。那些人没这个胆儿。需要我做什么吗？跟我一样，一帮倒忙就行。隔夜的火烧不好吃，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特意的给你带了一根火腿肠补偿你，一会儿饿了再吃啊。锁函我已经填好了。韩律师，给您添麻烦了。看来你是特意为他准备的食物，有没有想过把他带回家自己养？有想过，但是我现在和别人合租，房子也小，工作也没时没晌的。明白。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哎，大哥，您的车吗？啊，哎，那对了，没错。哎，大哥，您钥匙。哎，老板，您要方便的话，您提醒下您朋友啊，给个5星好评啊。这车你是从哪儿开来的呀？金海东路福林花园，一穿黄背心的大哥给的我车钥匙。那谁给你下单让你开过来的？哎，这我不知道，平台派的单，我们呀看不着名和电话。姓什么总有吧？姓，哎呀，我看一下，肖，姓肖啊。先走了哈，大哥。之前被告律师一直说他们卖的都是进口车，现在我的原告当事人准备了一份录音，是原告当事人和被告公司经理交涉时录下来的。
我们认为这份录音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相当于承认了他们销售的汽车是组装车。周总，你们拼装是做4轮定位用的，还是原厂的生产线设备吗？那肯定不是。那你这就不能算是原装进口车了，这就跟合资车差不多呀。你非要这么理解也行，可正是因为拆开进口，这价格才能控制得住。涂先生，你自己说是不是？同样的车型，那4S 店价格高出10几万去呢。被告律师，你对原告出示的录音证据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吗？这个不认可。刚才的录音听起来不是很清晰，而且录音当中被称作周总的这个人的声音，不像是被告公司高管的声音。今天早上是我去当事人的公司取的委托书，您并没有去啊。那你就当我去了呗。可是那确实是周总经理的声音。你的听觉系统又不具备语声鉴定功能。你凭什么认定那个声音就是周总？那原告要是申请语声鉴定呢？周总不是什么公众人物，在网上基本上查不到他的音频视频。语声鉴定非常复杂，它不仅需要剪裁，而且需要大量非常充实的剪裁。换句话说，就刚才那段几分钟的对话，鉴定机构要对这个周总至少要录上1个小时的音才行。所以呢？所以。你现在可以去告诉那个被告公司，让他们给周总放个长假，让他去环游地球。我们这不是……我们这就是在履行律师正常的工作职责。对方律师从开始透露这段对话，试图搜集录音证据时，就该做好准备。他应该预见到我们也许会对这段语音证据不予认可的回馈，他应该准备其他的相关佐证，用以证实他这段语音的真实性。作为有举证责任的一方，他们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做到，那他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可是您对合议庭说的不是真话。没错，咱们这是个说真话的工作，这是个选择。客户的利益，还有你自身的道德评判，有时候你不能什么都要。肖律师，你是回所里呢，还是去别的地方办事儿？我想给乔律师打个电话，看看他那边还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那个死性复核的案子，那个案子我还没有看卷，我想乔律师应该也还在犹豫。怎么了？我就在想，乔律师犹豫的，可能是你该坚定的。三想多嘴啊！记得环游地球。喂，肖律师你好，我姓孙，是葛平的代理人，咱们开庭时见过。哎，孙律师您好，如果方便的话，我需要马上和你见个面。有什么事儿吗？肖律师，律协很快就会收到针对你的投诉，而我必须出面作证。你是打算利用乔二婷？就算他现在没有恢复职业资格吧，但怎么着也算为被告人辩护那头的吧？不是要利用谁，只是如果这家伙对案件真相这么执着的话，他会是个助力。他的目的无非是为被告人减刑或者脱罪。啊，当然了，听上去倒是比那些光为赚钱的律师是要好一些。赚钱也没什么不好啊，有没有机关给他们发工资？不赚钱，也让这些律师用爱发电。但你真的确定乔二婷可信吗？过了前面那路口，靠边停车。赵新城那儿你自己去就行了，从海港支队出来跟我说一声。不是，你干嘛去啊？
我去办点别的事儿。肖律师，鞋可以晾，裤子可以洗，这吃饭的家伙要是跑了，可就麻烦了。唉，好在至少现在还可以用。肖律师，你这胳膊手腕……哦，今天不知道在哪蹭的，没事，处理一下吧。嗯。 谢谢，需要我帮忙吗？啊，不用了。好。芈月阁和葛平家属达成庭外和解后，还没有落实全部赔偿，剩下的那部分本应该明天交接。今天上午，吴总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 他们不得不和解的原因，是因为你私下和我们这边勾结，给出了不利于芈月阁的很多信息。他们要对你进行投诉，要我协助他们出具证言，否则他们不会继续履行和解协议，而是让我们打官司要钱。他们同时也会投诉我。谢谢你提前告诉我。 虽然我知道跟我见面的那个女孩的背后一定是你，但我没有跟任何人透露。我相信你，孙律师。能为葛平做代理，你应该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怨芈月阁。没错，这件事情的背后就是我。现在事情败露了，也没什么不敢承认的。 有辣酱吗？有。这个辣酱有点……没关系，我要放纵一下。哎，傅婷，已经提讯过了。 还没有，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再做些调查。这个案子有点儿……我知道，明白。这地儿不错，听说老板是个律师。 律师开咖啡厅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吸引两高的大员来就餐。你是哪头的？东郊民巷那头的。哦。我记得南门斜对面有一家云南菜馆，那家的炸春卷挺好吃。那儿的消费水平对我来说有点高。 而且我们早就搬到花市北大街那边办公了。第二办公区，那你是审判庭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最高院的？你刚拿那个老三星，是之前最高院统一配发的工作手机，还没换新的呢。现在已经改成每月几十块钱的通讯补助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律师？我本来想说点评网站上有写，
但是现在看来，我不如直接告诉你，我就是冲你来的，这样更方便一些。是赵新成告诉我你是谁。那咱们就开宗明义吧。你是想聊聊乔少廷吧？不好意思啊。哎，姐。喂。我知道是你干的。由奢入俭难嘛，我只是不想再继续忍受有司机没车的日子了。本来我打电话是想跟你说声谢谢，听你这么一说，乔律师可以请客吃饭呢。你在哪儿啊？我过去接你。我在商业广场这边。对了，我正好有事找你呢。我们得去趟庞国家，我知道该如何证明那份遗嘱的时间了。你恐怕得先陪我去趟幼儿园，不过没问题，我现在就过去接你，离得很近，10分钟就到。行，那广场东门一会见。乔少廷，乔律师。我司机。我想好了，我不会为闵月阁出证的。闵月阁无论如何都会投诉我。听证的时候，律协会传你。到时候你怎么办？不配合律学工作，还是在听证会的时候对律学撒谎？你我之间确实没有直接性的联系。想让这起投诉成立的人一定会找出证据，所以你不配合也是没用的。如果闵月阁不付钱，葛平的后续治疗怎么办？我跟葛平家属商量过了，他们接受跟闵月阁继续诉讼。代价太大了。这起诉讼可能旷日持久。我知道，他们会随便找个律师，先提管辖异议，再要答辩期，加上1审2审强制执行。没关系，我们有心理准备。肖律师，换作是我恐怕不敢这么做，但最起码，我不能对有勇气这么做的人落井下石。那就别让我白忙一场，去给闵月阁出证，让赔偿落实，让葛平得到全部赔偿。是我坏了这个行业里的规矩，只是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我第一次办刑事案子，就是乔律师带我会见的，是个故意伤害致死的。被告和我同月生，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会见室里等，突然间就听见楼道里传来铁门打开的声音，然后就是哗啦哗啦的铁链声，一直传到门口。重刑犯脚上得戴戒具啊！当时我就傻了，就是那种第一次直面国家强制力的重击。我能理解。第一次跟师傅去看守所提讯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乔律师当时问我，什么感觉？我说，感觉挺沉重的。他说沉重就对了，因为这个委托人未来命运的一部分，就有可能掌握在我的手里。所以啊，你务必要全力以赴。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乔律师是一个执念很重的人。他现在被暂停执业，但是还继续在跟我手里边这个案子。你们所对这件事怎么看？这你应该问问主任。张正吗？他跟乔二婷都是邝北平的手下吧？连这个你都知道？正因为我之前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才特别好奇，这里边有邝北平什么事儿呢？乔二婷自从接了这个案子以后，就一直在走霉运，而后来，在一次碰巧的机会下，我查到了邝北平这个名字。换句话说，乔少廷目前的处境，如果不是一个玄学问题的话，那有能力能把他打压到现在这种地步的，应该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因为这个案子，他们俩的关系异常敌对，好像只有解决了对方，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看来我猜的8、9不离10。乔律师的方向也大差不差。邝北平呢？他恐怕是错了。
他的问题可不是只铲除了乔少廷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他那是自欺欺人。那他可太绝望了。你也快了。说实话，有数你这破车的钱，买辆什么二手车都比他强。哎，你看你，人情和嘲讽还总得花搭着来。坐好了。我以为专职律师是可以调侃助理的。当然，您有本事，您说了算。那我可得趁着你拿回执业证之前抓紧了。去幼儿园干嘛？接着那个案子了？我儿子把别的小朋友给打了，但由于未到刑事责任年龄，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姑且不认为是犯罪。没事儿吧？哎呀，至少他没挨打呀。堂姐说的那个阿祖吗？堂姐，你这才见一次面，你有必要那么近乎吗？堂姐。说到堂姐，你们俩这婚离的怎么样了？你今天怎么了？这是吃错药了吧你？怎么了？偶尔放飞一下不行吗？阿祖跟九九这么快就成好朋友了，你给他爸妈怎么洗脑？我的洗脑尝试很失败，所以最后我说准备起诉幼儿园，未尽到教育和管理责任。起诉幼儿园？你想让阿祖换幼儿园？哎呀，不是真的啦，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大家自然就变成盟友了呀。哎，辛苦辛苦辛苦！哎，拜拜拜拜拜。这就叫策略，打不过别人就跟别人成为朋友。签了吧。这阿祖还在这儿呢，别当着孩子爷们儿点面行吗？别拿孩子当挡箭牌。大姐姐，你好。阿祖！哎呀，来！哎呦，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就补能好了呀。爸，爸，1、2、3。哦，爸，你怎么来了呀？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再玩这破铜烂铁的，多危险啊！危险什么？这车我已经修了好几个月了，终于发现原来是离合器的弹簧没了。这么难弄的件儿你都给淘到了，挺厉害的啊！昨天小唐给我打电话，说幼儿园有个孩子欺负咱们家阿祖。没有吧？今天我就过来看看，是哪个憨小子敢欺负咱们家乔三仔？乔三仔！已经解决了啊，事情已经解决了啊，您就别在这儿给我们搞事情了。我说你们做父母的太怂了，你这，过来，你记住了啊！以后如果要是有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别怎么收拾他们看。咱爸怎么来了？我哪知道？你问我，我问谁啊？你不要打架，打架可不好。妈妈说了，人家也有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怎么了啊？他们要敢碰我们家三代，我就铲平他们家三代。打住！别当着孩子面说这个。爸，我下午还得回单位，我先带阿祖回去了。等会儿，想不想坐爷爷的碰碰车呀？想。不行，这太危险了。危险什么？啊，我带着阿祖。又不是去吴强龙泡着。不是，爸，你误会他了。小孩太小了，他坐在那胯子里面也不安全，到时候你还弄他不好弄，是不是？也是啊。那这样吧，你就抱着阿祖坐在胯子里边，我送你们回去。我呀，爸，我开车了。开车？车在哪儿呢？停车场。那行，
我送你们到停车场去。走啊，走啊，好。哎，你真开车？真开车。别露怯啊！爸，哎，这，往这走。这是你爸。老爷子挺酷的，看着他，我想起了铁血战士，不是《疯狂麦克斯》里的某个反派，不死老乔啊！也姓乔。走，干活去。你把离合器弹簧给拆了。为了这个事儿，我是认认真真的研究过机械常识。首先呢，你得让它从一开始就开不了这车，那不能说半路出了问题，这样它很危险。其次呢，这个问题还得不容易被发现，打火装置那种第一时间就能想到的，那肯定不行。我的意思是，你要是觉得他开车很危险，你可以通过正当的劝阻嘛。劝阻？他那个样子，我能劝得动吗？看来啊，我只能是盼着他赶紧到70岁，驾驶权人道毁灭了。哎，对了，你说，你知道如何证明那份遗嘱的时间了？哦，今天我听韩律师说，要进行语声鉴定呢，对检材的要求很高。对于这种书证类的书写时间鉴定，对检材要求同样很高。鉴定部门通常很抵触这类的申请，原因往往是得不到足够的检材。对了，你那天不是也去咨询过了？韩律师，今天晚上我还得再去给他摘个什么零件下来。你能不能专注一点儿？你怎么知道我也咨询过？我拜托韩律师找鉴定机构的朋友咨询的时候，人家说有一个男律师来问了相同的问题，应该就是你吧？哼！我现在更加的确定我有多不喜欢那个姓韩的人。这还有呢，你们慢慢看。谢谢您。充分的检材包括了相同的书写颜料、相近或者相同的书写时间，最好呢是书写过相同的字，这都。光是画有什么用啊？鉴定机构需要的是文字对比。不是说他喜欢抄写名人诗词吗？哎，《满江红》。嚯！哎，你看啊，还有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玉鞋。这李玉跟小姨子偷情才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呢。乔律师回父母家也需要这么心虚吗？嘘，轻点，轻点，轻点。老爷最宝贵的就是这车，但凡有点风吹草动，它出现的比闪电侠还快。小一个，干嘛？和乔律师一起做贼的曼妙时刻，我不得记录一下啊？谁做贼呀？哎，你不是准备偷偷换掉老爷子好不容易才弄上的这个离合器弹簧吗？故技重施是没有用的，我想好了，我要三管齐下，先拧死他的火花塞，再剪断他的熔断器熔线，最后再放空蓄电池里的电解液。那你之前就换个弹簧，他兴许看不出来。你这次搞这么大的破坏，一看就是人为的。王你家老爷子头脑简单的很，你放心。哎，拿起子给我。起。臭小子啊！又拆我的车，装上。起来，给我回去！
我让你这个三管齐下啊！我让你这个说我脑袋。不行了，我同事在这儿呢。啊，不行啊，这个坐，丫头坐。谢谢叔叔。哎呀，别见怪啊。今天在幼儿园门口，这臭小子也没把你介绍给我认识啊。叔叔好，我叫肖真，是乔律师的那个同事。你就是为了他和小常离婚的？哎，不是，真的不是。不是为了他，你们俩为什么要离婚啊？哎呦，爸，您不会聊天就别愣来了。啊，我不会聊天。好，吃饭会吧？啊，上个礼拜回来，你在家待了没有超过20分钟就跑了。今天你和同事回来，在家把饭吃了。一会儿我让你妈去超市买海鲜，做你最爱吃的麻辣花蟹啊。老乔，我买菜去了啊。哎，阿姨，我陪您一块儿去。叔叔再见。阿姨，走。我同事。听小唐说，你的执照被扣了，怎么回事？我之前有个案子出了差错，我有个同学死了。是你害死的？不是，但跟我有关。那就是说这个案子现在还跟你有关？别看他俩来回折腾，少廷和小唐离不了。现在的年轻人观念就是开放，过不了就离，离不了就复合。我看乔老爷子对他们俩离婚这事儿好像挺没所谓的。那老头更想得开，儿子儿媳妇这么折腾，他不管。大女儿嫁到江州没信儿了。大女儿是乔律师的姐姐吗？对啊。不过我也没见过，听说他家老太太过世的时候，连面都没照。呀，肉馅忘了，我去拿啊。不用紧张。乔少廷附近的保姆总到这里来买菜，偶尔也能碰到。您是在跟我说话吗？您正眼看看我，我像是紧张的样子吗？你不要以为孙志英不配合米耶格，你就能没事儿。那就请您帮帮忙，甭管威逼还是利诱，务必让孙律师配合。虽然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遍了，但总不如您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说句话好使。真是初生牛犊啊！你这种性格和胆识，挺适合这个行业的。可是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您要是这么说，那我是真幸运，因为我还有选择，而您就只剩努力了。是我，怎么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他这么大人是跑不丢的。没关系，我和他联系一下。好。
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信号不太好，我马上就到啊。没事吧？啊，我们没事，没事，小宝贝没事啊。哎，这边是南京环城公路，从南向北方向有6辆车的事故，你们赶紧派救护车过来。对，有人员受伤，还有救火车。由南向北滨海出口附近，我身后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重大交通事故。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紧急，目前警察、消防、救护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现场救助。我知道，我理解。你们的情绪我都理解。你们，但是你们听我说。好，我知道。您是？你好，最高院刑庭的鲁南，你们吴队叫我过来的。您受伤了？没事。别激动，我连了。好，我知道，哎，吴队你好，我，抱歉让你久等了。铁路上请等。好。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不会吧？我第一次到南京。带卢法官去会议室。行，这边请。哎，卢法官。好。你们不停在会议室啊，我处理一下就来。知道了。副领，不好意思啊，我这是江州行政支队的乔政委。哦，您好，最高院刑庭鲁南。你好。吴队这回有事，他一会儿过来。哦，我刚才碰见吴队了，门口有几个被害人家属在围堵律师，他去处理一下。啊。您看我是在这儿跟您汇报。金港的案子不急，你先看看这案子。这是怎么个意思啊？今天把你叫来南京，除了汇报案子，就为……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你们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法律是要走程序的。程序？我姐姐都走了9年了。9年了，你们年迈伸手，现在都没有个说法。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死刑是需要走复核程序的，好吧？请你们再等一等，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我们等不了了，必须要严惩凶手。你们要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对。你们先回去好吗？请相信法律啊！相信法律。您好，这里是四星区交通支队，刚才是您在滨海出口报的警吧？啊，是我。怎么称呼？鲁南。哦，是这样，我们要麻烦您来支队做个笔录，协助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现场情况。如果您有受伤或者经济损失的话，也好一并处理。啊，这样，我现在这边有个比较着急的工作要处理，等我处理完了，我尽快赶过去，好吧？不是你这刚到，要急着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啊？晚上我得去上海赶车去金港啊！领导，您赶紧让我给您汇报金港那边案子的情况吧，我书面报告都写好了。不，你先听我说，金港的案子不着急，回头再说。这边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一下。怎么？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吗？这是咱们庭承办的另一起死刑复核案件。
案情虽然牵扯到南京和江州2个城市，倒也谈不上有多复杂。这样，你一会儿把案卷看一下。啊。哦，等等，那个去趟洗手间，照照镜子，收拾一下自己，拿点下管最高院的法官。好，出门左拐。哎。不对，不对，不对！你又来干什么？还嫌不够乱啊？田阳的案子，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走程序上报。哎，久等了。哦，你先看看案卷。哎，有什么疑问，乔政委也能向你解释。哦，9年前的案子啊。对，9年前，在我市汉江区接到一起失踪报案，失踪人刘凤军于5月9日下午离开家后失联。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刘凤军失踪当天携带了人民币10万元，打算去吴越广场换汇的集散地，私下换一些美元。根据这一线索，辖区民警多方摸排，通过走访得知，在下午的5点多，吴越广场绿豆汤摊子曾见到刘凤军随一男一女自广场离开。刘凤军遇害以后还被分尸了。第一部分尸块是在她丈夫报案后1周，也就是5月16日，在汉江西区跨海大桥下的浅滩区发现的。此后近1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又先后在汉江区和雁江区都发现了尸块。初步推断，应当是一起财产动机的故意杀人案，而嫌疑人很可能是以换汇名义将刘凤军带离吴越广场的一男一女。杀人和分尸用的同一把刀，而且这把刀还出现在另外一起刑事案件。说起来，这把凶器的发现时间甚至要早于确认刘凤军遇害的时间。5月11日。在汉江金辉夜总会附近，有2伙年轻人因为在夜总会发生摩擦，爆发了冲突，双方一路追打。其中一名男青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这把猎刀，并用这把猎刀捅伤了对方一人。走了，抓人了！哎！警察及时赶到，把两边的人都抓了。这没有护手的刀，就是容易伤了自己。这刀上一共提取了5个人的 DNA。当我们把被害人刘凤军的 DNA 信息录入到信息库后，立刻就跳出了这个比对结果。我们才知道，原来凶器早就被起获了。伤人者的血留在了刀上被害人的血。刘凤军的 DNA、田阳的 DNA， 还有一个不明身份者的 DNA。很幸运，在这把凶器残留的白细胞中，我们都提取到了 DNA， 其中有2组是与被害人刘凤军以及被告人田阳相吻合的。看来你对这案子挺了解啊，我也甭翻了，干脆你给我讲讲算了。之后的情况我更了解。还是我来说吧。当时虽然从凶器上提取到了 DNA， 但是被告人田阳还有李梦琪并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 DNA 存档，再加上吴越广场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大，排查起来十分困难。江州警方始终没有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导致这个案件一拖就是9年。直到今年年初。我市经侦人员对于本市的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涉嫌贿赂海关人员，对董事长田阳采取了强制性措施。田阳被羁押之后，他的指纹、脚印还有 DNA 信息，我们都按照流程采样，并且录入了公安部的信息库。
这不到1个小时，对比结果就出来了。主办室电脑警报响得满楼道都听得见。命案优先，这个案子当天就交到了我的手上。田阳就是9年以前在江州杀害刘凤军，并且将其肢解抛尸的人。之一，我看他还有个同案李梦琪。但是判决没他，还是人没抓着吗？就是因为李梦琪，你们老大才会来南京。哟，杨哥，这晚还忙着呢。这个吴队是您的？我发小，一起在审计局大院长大。她第一任老公是我大学同学，现在的老公是我法官进修学院的同期。哦，不，您这可是公事私事一起抓，甭瞎打听这些啊！总之，这案子在张涛手里复核了好几个月了，该提讯也提讯了，各阶段的证据全核实过，走访也基本完成了。我跟吴队沟通过这个案情，都认为对于这个案子，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不要紧赶着让这个田阳去死。刚才吴队他们不也不说了吗？这个李梦琪8年前结婚，1年之后就失踪了，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跟我在金港复核的那个案子倒是有点像。咱们有句词儿叫做另案处理。怎么个另案处理？我是说，甭管这个李梦琪归不归案，他都不会影响对田阳的刑罚执行。还真不好说。从预审开始，到张涛复核过程中提讯，这个田阳什么都认，只有一点，他坚称将被害人刘凤军带回他们租住的地方后，是李梦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他只是协助李梦琪分尸和抛尸。就这一点上啊，如果有李梦琪的口供来印证，自然是更完全。完全不完全的，也不会改变田阳的故意杀人罪。师傅，我马上过来。这李稍等啊。梦琪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你能不能仔细的看看案卷？首先，吴越广场的目击证人证实，刘凤军是跟着一男一女离开的。其次，审讯田阳的时候，他准确地说出了李梦琪的各种身份信息。江州刑侦支队先后进行过3次照片指认，每次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从几十张照片中指认出李梦琪。第三，李梦琪结婚前曾混迹多处娱乐场所。江州警方找到了2名那一时期跟他相识的歌厅小姐，虽然时隔太久，他们无法明确地指认田阳，但却透露出李梦琪当时租住的地方，恰好就是田阳杀人分尸的那个筒子楼。那筒子楼现在还在吗？你说呢？9年了，对，早就推平盖写字楼了。都9年了，您觉得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这案子不是张涛负责吗？哎，他人呢？哦，他跟乔治啊，领导，您他跟乔治现在也在江州，也在调查核实李梦琪的相关情况。哎，领导，您先别着急走，您得给我指条道啊！我就这几个小时，您让我到哪儿去给您找李梦琪去？鼻子底下是什么？吴队和乔正都在，自己去问。那2位您也看到了，他明显就不对付呀，这说话都夹枪带棒的。你尽量配合就好，这是他们公安主导的案件调查，人家内部有什么分歧，不关你事，你别在这推三阻四的。你别忘了，你金港的案子要组合议庭吧？你算上方院，你还差一个，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啊，领导，咱一码归一码啊，您可不能拿金港的案子来要挟我。你说什么呢？什么叫要挟？我还不能给你布置任务了。这2边都是咱们的案子，需要分那么清吗？不是，领导。行了，抓紧时间啊，别耽误事了。去核实一下李梦琪的情况。别啰嗦了，赶紧去干活去。哦，对了，别以为我没问你就不知道了，你是遇上车祸了吧？受伤了没有？我是说除了脸上。我没事儿。赶紧换身，赶紧的啊，注意形象。好了，走吧。法官，
法官您好。啊，你是刚才那个？是的，是的。我是田阳的律师，我姓冉，叫冉森。哦，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我知道您是最高院的，是不是跟我当事人的死刑复核有关？我不是想替田阳喊冤啊，但刘凤军真的不是他亲手杀的。对不起，这个案子不归我负责。那个，你是律师，你应该懂规矩。这案件是张法官承办的，没错，但我向您反映情况也不违反规定啊。而且我认为，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上，本市公安人为架设了很多障碍。那你应该去找督察或者纪委，懂吗？李梦琪只要一天没有归案，就不能确认是田阳实施的谋杀。如果是执行死刑之后才将李梦琪抓到，就只能听他的一面之词了，这样对田阳很不公平。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死者家属说去啊？武汉副队长知道李梦琪的下落。哎，最高院这哥们儿，怎么刚来就跟田阳律师搞到一块儿去了？卢法官，您看您想吃点什么？随便。那我就看着点了啊。哎，麻烦给我拿一下这个。来，您拿好。这个多少钱一个？好了，给你了啊。谢谢啊。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我就胡乱点了点。都行。水。嗯。谢谢。你刚才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什么意思啊？据我调查了解，田阳和李梦琪其实一直没有分开。虽然后来在江州，李梦琪傍上了大款，但最终还是追随田阳来了南京。是吗？那我八卦一下，既然这个李梦琪都已经追随到南京了，那为什么田阳又娶了别人呢？因为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什么意思啊？田阳来到南京之后，成立了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但短短几年，斯塔瑞就成了南京排名前10的纳税大户。说这些全靠进出口生鲜，您信吗？你把话别说一半啊！既然已经说了，就把你知道的说说呗。我是斯塔瑞的法务，虽然财务记录我看不到，但我一直怀疑，除了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外，公司在暗地里同时境外走私。那你怎么不把这些跟相关部门反映了？第一，我没有实证；第二，我端的是公司的饭碗。所以你老板被抓了以后，你就变成了他的刑事辩护律师。田阳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当事人，不管是职业属性还是私心，他的个人权益都应当是我放在首位的。那田阳公司帮这个走私集团洗钱，他跟李梦琪是什么关系呢？南京最大的走私团伙基本上控制了东江港和北坞，也就是2个最大的口岸。据说这个团伙的头是个女的，所以我会觉得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李梦琪是个女的，没错，但总不能是个女的就是李梦琪吧？当然不是。哎，谢谢。虽然我觉得这个走私团伙的头目是李梦琪无凭无据，但这起码算是一个方向吧。我多次向警方反映，他们完全不理会。我甚至当面向吴队强调过这个调查方向，可他给我的回复是，与本案无关。等会儿，你之前可是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但是你现在这个意思，感觉你好像是在跟我暗示，这个南京刑侦支队的副队长是本地最大走私集团的保护伞啊。
咱们的人正在赶往医院确认身份。放大，再放大。吴队到底是什么人，我不好断言。但田阳宁可接受死刑的判决结果，也从未提起这个走私团伙一个字儿。走私也好，洗钱也罢，总不可能比故意杀人更严重吧？田阳宁死也要保护的女人，您觉得最有可能是谁？所以你认为吴队对这件事情选择性失明，是担心？假设，我是说假设啊。这个走私团伙的头就是李梦琪，只是走私的话，不涉枪涉毒总不会是死罪吧？可如果有别的死刑罪名产生，那我想他不会顾及再把谁供出来。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走程序上报。你的这套逻辑啊。不能说是口语不通，不好意思啊，我话说的有点过，但确实是有点牵强。而且我刚跟你说了，我不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不管您是不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但我知道您是外来的，您不会受南京各方势力的影响。不管这个田阳他该不该死，但是我觉得啊，由你给他做律师，这都是他的幸运。哎，这个江州来的乔政委，你认识吗？凶杀案发生在江州，乔正是江州方面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他对这个案子格外上心，常跑来南京。因为我是斯塔瑞公司的法务，所以也询问过我几次。所以你对李梦琪的猜测，你也都跟他说过了。乔正其实还是很认可，他对李梦琪这个人很关注，很多关于李梦琪的重要信息都是他带。那乔正怎么看吴队啊？我没敢在他面前加个微信。好好好。我想你。卢凡。